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荷兰调查中国公司收购一家当地芯片制造商。南华早报，荷兰政府将展开对中国公司收购一家当地芯片制造商的调查，这是荷兰在与亚洲国家的芯片争端中加强对该行业的控制的一部分。经济事务部长米基·阿德里安森斯表示，当局将利用一项新立法对半导体制造商 Nexperia 收购荷兰企业 NOE 进行审查。这一举措是因为荷兰将首次有权利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阻止外国对荷兰企业的收购，该新法将于周四生效。阿德里安森斯在海牙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俄罗斯和中国是荷兰需要特别警惕的国家之一。阿德里安森斯部长补充说，在许多领域，荷兰企业可以与中国进行业务往来，但在某些领域，我们确实存在脆弱性。荷兰一直在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荷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今年早些时候，荷兰政府同意加入美国的努力，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技术。阿德里安森斯表示，在光子学、量子、雷达技术、传感器技术、芯片等敏感技术领域，存在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风险。我们必须保护这些知识。他补充说，荷兰政府还将对其他少数收购案进行追溯调查。NOE 是一家生产小型芯片的公司，使企业更容易通过能量收集为其设备供电。该公司于去年11月被总部位于尼姆根的 Nexperia 收购。Nexperia 本身在2018年被中国投资者收购，当时 WinGtech Technology Co. 以252亿元人民币36亿美元收购了这家荷兰芯片制造商。Nexperia 的股权由一批中国投资者组成的财团从 NXP Semiconductors MV 分离出来后，由 WinGtech 接管。投资、合并和收购安全检测法案将使荷兰政府能够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投资规模或阻止交易，适用于自2020年9月以来发生的收购案。该立法不允许政府对 WinGtech 收购 Nexperia 进行调查。从加拿大到英国，各国通常会根据国家安全的理由审查，并有时阻止投资或收购。英国在去年11月下令 WinGtech 旗下的荷兰子公司撤销对英国最大的微芯片工厂的收购时，引用了国家安全的担忧，而此次收购已经超过1年。阿德里安森斯部长表示，在荷兰寻求收购的公司不一定会直接获得政府的批准或拒绝。他说，您可以改变控制分配，可以就操作过程的参与程度达成协议，可以保护某些知识，并补充说政府也可以决定参与收购。中国动荡不安，私募公司也不得不调整他们的策略。金融时报，根据由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高盛 Goldman Sachs 和其他竞争对手削减在大中华地区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因为复苏缓慢以及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即使活动恢复并增加，这些通常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在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要增加市场份额将变得困难，他们将仍然只是边缘参与者。至少上海的某一次聚会非常受欢迎，报名人数几乎比2019年的线下活动多了1倍。摩根大通 JP Morgan 几周前就已关闭了新的注册。这种兴趣与华尔街公司在中国所经历的增长放缓背道而驰。即使交易活动增加，这些通常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现在也认识到，他们不太可能在全球第2大经济体中成为一流参与者。最近美国投资银行的财报与以中国为焦点的金融机构的沉闷氛围背道而驰。尽管大型投行通常只公布亚洲范围的数据，但其区域收入的1半以上通常来自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摩根士丹利今年头3个月的亚洲收入较2022年第4季度增长了近 40%， 这是该地区贡献的第3高纪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财务主管 Sharon Yoshia 在4月份告诉投资者，高盛的亚洲业务收入环比增长了 14%。 然而，由于去年底中国放松新冠疫情限制所引发的狂热情绪已经退去， Diamond 面临的是经济复苏放缓，股市接近年内低点，美国机构投资者基本上观望，以及中美关系紧张，交易机会短缺。截至目前，香港上市公司今年共筹集了20亿美元，根据 Dealogic 的数据。尽管与2022年同期相比仅少了1/10，但其中约1/3来自仅有的一个项目，即 ZJLD 的 6.75亿美元上市。
作为一家由 KKR 支持的白酒制造商，该公司应该相对不受国内和国际动荡的影响。然而，它的股票在首个交易日收盘时比发行价低 18%， 这一差距目前已扩大至 34%。私募股权公司也不得不调整他们的策略。不断恶化的国际关系使有限合伙人对投资过于关注中国的事务持谨慎态度。高盛亚洲私募股权业务负责人 Stephanie Hui 在周二的香港会议上表示，尽管过去他去美国筹集资金，但现在我只去美国见我的老板。确实，投资银行业务几乎在全球各地都在放缓。今年迄今为止，全球宣布的并购交易规模已较2022年同期减少了2%。Dealogic 的数据显示，全球首次公开募股筹集的资金在同期下降了 37%。而华尔街银行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也在削减就业岗位。摩根士丹利正在中国裁员投资银行家，作为全球裁员约3000人，占其财务顾问以外员工总数的 5% 的一部分。美国银行已建议该地区约40名银行家，其中大部分关注中国，寻找公司内的其他职位。高盛和其他公司也正在考虑裁员。然而，周期性的衰退掩盖了一个更广泛的变化。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交易中，主导交易的华尔街投资银行迄今尚未在中国国内的投资银行市场站稳脚跟，而本土机构如中信和中国证券则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用的当地文件，去年当地行业的营收达到560亿美元，高盛仅为美国同行中最高的8000万美元。这对于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关系并建立了一家公司来说并不算多。为本地客户做本地业务不是我们的长项，一位香港的高管告诉 Breaking Views。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银行在香港等离岸中心赚取了大部分与中国相关的收入，但他们的财务风险仍然微不足道。摩根大通在3月底对中国只有140亿美元的风险，相比之下，在德国的风险是其在中国的1/10，也只是其3.7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一小部分。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总风险仅为30亿美元。更友好的中国监管机构可能有助于提高这些数字。近年来，摩根大通、高盛和其他公司已经全面拥有了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的几个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的合资企业，这将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为中国大陆的客户提供服务。真正的利润将继续来自于跨境资本流动的中间环节。星巴克、苹果和其他在中国拥有大规模业务的跨国公司需要现金管理、贷款和货币套期保值等银行服务。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也需要国际借款人和顾问的支持，因为国内的银行巨头在海外扩张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多大成功。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和跨境并购有望在某个时候复苏。如果以摩根大通即将在上海举行的峰会为例，海外投资者并没有完全放弃拥有中国证券的想法，其中很多交易通过香港交易所与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股票通道进行。然而，这些机会仍然是未来的事情。假设大中华地区贡献了摩根士丹利亚洲收入的2/3，去年大中华地区占摩根士丹利收入的比例可能约为 8%。高盛和摩根大通的数据也相似，并在过去5年左右没有太大变化。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对资本流动和企业活动产生压力，这反过来将对利润率施加压力。高盛亚洲地区税前利润占收入的比例去年下降了1/3以上，为 21%。尽管如此，在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中，即使获得微小的收益的可能性也仍然太好不过。全球投资者缩减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押注。日经亚洲，由于 COVID-19， 今年经济步履蹒跚，外国投资者转向中国的国有企业。然而，随着来自中国的经济消息恶化，包括5月份工厂活动下降的报道，这一战略在最近几周失去了动力。小晶圆如何获得的大问题。金融时报，荷兰晶圆设备制造商 ASML 正在保持摩尔定律的活力，尽管技术行业的创新步伐加快。该公司生产最新一代极紫外光刻机，能够列印几乎与人类染色体一样小的晶体管来制造半导体。今年将以超过 3.5 亿欧元的价格将其最新产品的第一个原型交付给英特尔。ASML 的创新确保了晶体管的不断缩小，这意味着晶圆可以变得更强大。
世界上只有不到3家公司能够制造像苹果 iPhone 和英伟达晶圆那样的先进处理器。分析师预测，晶圆制造将发生变化，可持续提高计算能力的替代方法正受到广泛追捧。华尔街面临中国2线生活。路透观点，美国主要投资银行不得不承认，他们不太可能在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获得超过2线的地位，因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缓慢的复苏挤压了扩张。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在其最新的年度会议上透露该银行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这些年会已经严重超额认购。据说私募股权公司也在改变他们的方法，因为有限合伙人对专注于中国的投资更加谨慎。去年，高盛 Goldman Sachs 在中国的收入仅为8000万美元，而当地行业的收入为560亿美元。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债务上限法案。BBC， 美国众议院以314票对117票赞成提高该国的借款限额，几天后该国将出现国债违约。这为本周晚些时候参议院的类似投票铺平了道路。一旦通过该法案，乔·拜登总统将签署成为法律，将债务上限暂停到2025年。尽管由于两院议员的反对，该法案的通过处于危险之中，但由于政治中间派的支援，该法案被推到了界线上。美国对境外投资的审查将是狭隘的。财政部官员。南华早报，拜登政府计划制定一项审查对外投资的计划，该计划将针对包括先进半导体、人工智慧和量子计算在内的特定行业。该计划将侧重于限制随知识和专业知识而来的美国投资资金的流动。政府寻求采取狭隘和量身定制的方法。一些观察家将拟议的计划比作反向 FIRS 即美国外国投资机构监委员会，负责审查入境外国投资。美国财政部官员没有具体说明宣布该计划的时程表。人工智慧会改变投资吗？将炒作与现实分开。加拿大环球邮报，人工智慧 AI 可能会为投资行业带来许多好处，但仍有许多挑战需要面对。虽然人工智慧可以自动为投资组合挑选相对无情的股票，分析大型数据疾病，生成报告，但投资者仍然需要一些人为监督。除了依靠顾问和其他人工指导外，财务规划师还可以帮助投资者克服可能损害其长期财务目标的短期恐惧。总的来说，人工智慧的出现不会解决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尽管他们仍然在咨询角色中提供了价值。看待股市上涨的2种方式。纽约时报评论版，今年美国股市的涨幅仅限于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美国经济的表现与该行业的命运相比平时更窄。尽管人工智慧在最近的收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专家表示，他们认为这种狭窄的表现仍可能增加长期增长。除了科技公司获利外，复杂的人工智慧演算法还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更高效的工作流程系统。德意志银行将人工智慧比作汽车，在生产、转销商、道路建设、旅游业和郊区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调查显示，加拿大 Z 世代比美国、中国的同龄人更有可能投资。加拿大环球邮报，根据 CFA 协会和金融业监管局的数据，加拿大 Z 世代的投资率高于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同龄人，部分原因是父母的影响。在接受调查的加拿大 Z 世代中，约有 74% 的人至少投资过一次，而中国为 57%， 美国为 56%， 英国为 49%。该研究还发现， 24% 的加拿大 Z 世代在18岁之前开始投资，投资额超过美国和英国的同行，投资中位数为9000加元。社交媒体的影响和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影响加拿大 Z 世代投资习惯的其他因素。医疗科技股正在出售。加拿大环球邮报，全球人口老龄化将有助于对医疗保健的更高需求和医疗技术领域的强劲长期利润。医疗科技股如波士顿科学公司 Boston Scientific Corp、 美敦力 Medtronic Inc、Becton Dickinson 与 Ampco 和 Intuitive Surgical Inc. 在经历了强劲的财报季后，5月份均下跌了约 6%。然而，该行业一直对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溢价估值现在低于之前的平均水准，这使得医疗科技股看起来很卖。远期市盈率比基准高出 9.5%， 而4月份为 20%。分析施特拉维斯、斯蒂德 Travis Steed
认为目前的估值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利润增长，建议采用高产投资策略，以从人口统计中受益，医疗技术销售增加医疗保健需求所需的工具。繁荣和萧条又回来了，宝贝。金融时报，德意志银行发布了其年度违约研究，其中预测美国将出现一波违约浪潮，预计将在2024年第4季度达到峰值。预计欧洲的情况将略好一些，但仍会受到违约率的影响。企业杠杆率被视为徘徊在较高水准，德意志银行还引用了温和的名义 GDP 增长和较少的政策支援，这意味着实体经济和信贷市场之间的脱钩可能在下一次经济衰退期间发生。科技、医疗保健和商业服务行业的杠杆率很高，如果非周期性违约上升幅度超过预期，美国将处于独特的不稳定地位，集中风险令人担忧。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